你知道杨桃它是一种高产的作物嘛？那现在市面上其实比较少看到杨桃，是因为现在外来的水果或改良的水果比较多啊。杨桃它比较酸性，没有人要吃，所以你现在在市面上所看到杨桃越来越少了。大家好，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。那我今天就是来分享我们家怎么去管理这个杨桃。杨桃根据台湾有的记载，是从清朝末年间引进进来，由汉人带进来的一种作物哦。这是我们家的杨桃树。那我种在这个地方啊，是因为它位于我们的西南边，它可以当作是一个破风的树。因为杨桃树它的根系其实是非常的扎根。那在种植这个杨桃树的时候，我会先把这个块它的地隆起，因为这边地是稍微偏低，它隆起之后，它的根往下可以比较能往下走，而且也比较不会泡着。那用这种把地势抬升起来的一个方式，可以有效的去避免它烂根的情形。这个因为我们有修剪过它，所以它就会长很多的所谓不定芽。那这些不定芽，它才会去结出它的小杨桃。你现在看到的样子就是不断的重生，所以它长出来的果就会很小，因为营养分散掉了。这个是杨桃的花，所以它会从比较小的枝条去开花结果。所以我现在要做的工作就是把这些杨桃啊疏枝一下，然后把一些杨桃不好的淘汰掉啊，让它通风啊，好的杨桃我们就把它包起来。那因为高的不好包，我就要先把高的枝条先修掉，让它矮化。修掉的枝条不要带离性，我会先把它放在树下。那通常外面的人他结完果，他就会做修剪矮化的动作，然后后面才会再做一些疏枝的动作。那因为我们没有时间去做管理，所以我都在开花的时候就疏掉不要的枝条，留下可以的果实啊。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做法。当你疏枝完差不多之后，就找一些果实，然后我会用这个纱网把它包起来，就套进去，旁边拉，就 OK。像这个已经被叮到了就不要了，我们就找一些枝条，这个就不要了，就把它剪掉，小的把它剪掉。那个福冈正信所说的自然型果树，它是指由一个主根，然后一直向上延伸，没有经过，没有修枝过。那我其实对于果树的自然的形态没有什么太大的概念或想法。那但是这些果树你不去整理其实它结果率是一定会很差。我在修剪果树的时候有几个要点，就是第一个要把它修得通风，第二个叶子跟叶子尽量让它有照到阳光的机会，就是所以你要有阳光，要有通风，然后有机质不要移出去。那这些果实适量就好那果实就会比较大。你看现在这个枝条都有开花之后还会再结果再来包就好了。那我留这个枝条，你看这样子就很空通风，然后它的叶子可以晒得到太阳，它就会行光合作用。所以你在修剪就是把握这几个原则，然后它这些是它的出来的侧枝比较粗壮，那粗壮再延伸出来会细小，然后这些细小再跑出枝条，这些枝条才会结果。所以我们是靠这些枝条小的枝条在结果。那所以一定要通风，然后让它营养分布在这几个枝条。那这就是我修剪的目的。那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就会越来越粗壮。那枝条你就常常保持这种的状态。那我会让它乱长一段时间再来做修理，是因为我剪下来的有机质这么多，我不会带出去。
那这些刚好成为它的养分。还有你割下来的杂草也可以堆到上面，这个就可以达到不施肥的目